很多人以为夏天多出点汗是在排毒，这其实是养生路上最大的误区。如果你发现自己夏天一过，到了秋天就感冒不断，冬天更是手脚冰凉得像冰块一样，甚至还要四处寻药，这并不是因为你秋冬没有保养好，而是你的命门底气在夏天那些不容易察觉的大汗里已经漏得一干二净了。中医常说汗血同源，你身上流出来的根本不是普通的水分，它关系到你未来10几年的身体基石。今天这支影片没有任何多余的废话，我会用4碗传承1000年的经典汤水，把你这具漏水的身体彻底关紧。每年一到夏至，台北的空气就闷热得像个大蒸笼，我诊所的门槛也几乎要被求诊的朋友给踏破了。大家急急忙忙地走进来，连气都还没喘匀，第一句话往往都是问我：医生，我最近这个汗出的实在太不对劲了，是不是肾气亏虚了？我是不是应该去买点6味地黄丸来补一补？前几天就有一位60出头的老先生，他一进诊室还没在椅子上坐稳，额头上的汗珠就跟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断地往下砸。他身上的衣服后背深一块浅一块，明显是已经湿透了，被体温烘干了半截，接着又被新出来的汗水给浸透了。我看着他，温和地对他说：你先别急着乱补，你自己仔细回忆一下，你这个汗是白天出的比较多，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出的多？他愣了一下，想了想说：白天特别多，稍微走2步路就出一身汗，有时候哪怕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只要一端起饭碗，那汗水就会满头满脸的往下淌。我伸手搭他的脉象，发现他的右关脉沉而无力，再看他的舌头，舌体胖大且边缘全是深深的牙齿痕迹。我心里瞬间就非常清楚了，这哪里是什么肾亏，这分明是实打实的气虚。用我们中医的专业术语来说，这叫做气不固表。很多人活了大半辈子，自以为对健康了如指掌，却连自己身体运转的最底层逻辑都没有搞明白。在很多人的传统认知里，出汗多就是因为天太热了，或者只是因为体质差了一点，咬牙忍一忍，多吹吹空调，灌2瓶冰镇的矿泉水也就过去了。这真的是非常需要纠正的错误观念。今天我就要把这个道理给你们彻底揉碎了讲清楚。如果你连自己为什么流汗都不知道，你又怎么可能知道该喝什么汤水来救自己的身体？我们中医看待汗水跟现代人理解的热了就要排汗散热，完全是2套不同的思路。《黄帝内经·素问》里面有一句非常深刻的论断，叫做阳加于阴谓之汗。这句话其实很简单，我们的身体里有阳气，也有阴液，阳气就像是地底下的地热，阴液就是地底下的地下水。当身体里的阳气正常蒸腾，把阴液适度的从皮肤毛孔里推送出来，在我们的身体表面形成一层微微润泽的水汽，这才是最健康的汗水。所以汗水的本质其实是你身体里最宝贵的精液，是维持你生命活动的珍贵物质，而不是大家口中所谓的代谢废物。夏天天气炎热，我们身体里的阳气感应到了外界的火热，开始适度的向外蒸腾，微微出一点汗来帮身体降温。这是身体非常完美的生理自救，这里的核心秘诀全在微微这2个字上面。但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很多人根本不是在微微出汗，而是在哗哗的漏水。别人走一条街，脸上不过是泛起一层淡淡的红晕，而你走同样的路，衣服都能直接拧出水来。别人吃顿火锅只是鼻尖微微冒汗，你喝碗白粥都能吃出个水漫金山。更有甚者，坐在22度的空调房里，明明身上已经冻得起了鸡皮疙瘩，额头和后背的汗水却还是像关不紧的水龙头一样拼命往外冒。你真以为这只是皮肤的排汗系统出了点小问题吗？
这绝对是个大错误。你要永远记住一个健康的铁律：正常出汗是阳气在做它该做的工作，而异常的狂汗则是你体内的气彻底撑不住了。我给你们打个简单的比方，我们的人体就像是一座精密设防的城池，在我们的身体表面覆盖着一层看不见的能量防护罩，中医称之为防卫之气。这股气就像是你家大门上的门窗和锁扣，当门窗严丝合缝的时候，外面的狂风暴雨自然灌不进来，屋里舒服的冷气或暖气也绝不会白白流失。但是如果这扇大门的门窗老化了，框架歪了，锁扣也彻底坏掉了，外面的冷风就会呼呼地往屋里灌，而你身体里最宝贵的精液和精气就再也拦不住了。你身体里的气就是控制这扇大门开合的枢纽。当你体内的气非常充足的时候，皮肤毛孔的开合就会极其精准，该出汗的时候就出汗，不该出汗的时候就会老老实实的闭锁起来。可是，一旦你的气虚弱了，这扇大门就彻底失控了。你的身体就像是漏水的管线一样，精液哗啦啦的往外流，更致命的事情还在后头。古书上说过，汗为精之液。在经典中医的视角里，汗水和血液是同源的。根据公开的医学数据显示，我们人体血液中超过70%都是水分。当你异常狂汗不止的时候，你流失的根本不是简单的水和电解质，你流失的其实是气血的载体。你每出一身虚汗，不仅丢掉了宝贵的精液，更把统摄这些精液的气给顺道带走了。气是随着汗水一起往外跑的，汗水出去了，气也就跟着溃散了。气一消散，你身体这座大门的锁扣就会关得更松，汗水也就会漏得更加凶猛。你看，这就是一个很难打破的恶性循环。很多现代人一过完夏天，整个人就像是被掏空了精气神一样，秋风一吹就开始反复感冒，手脚冰凉，连说话都懒得张嘴。你以为是秋天突如其来的冷空气把你弄病的吗？其实并不是，这是因为你在夏天流了太多无知的虚汗，已经把你身体的底子给严重透支了。明代著名的医学家张景岳在《景岳全书》里把这件事情说得极其透彻。他说，汗由液化，液由气生，大汗不止，气必随之而脱。翻译成我们听得懂的白话就是，汗水是由精液化生而来的，而精液是靠着体内的气才能生成的。如果你的汗水漏个不停，气就会跟着跑得一干二净，这是一场非常严重的身体连锁反应。有些上了年纪的长辈，一到夏天就精神萎靡不振，走路轻飘飘的发飘，家里人还以为他是中暑了，拼命给他灌绿豆汤，或者把空调温度调得极低，这简直是在胡闹。那根本不是普通的中暑，那是他的生命之气，正在随着汗水一天天向外疯狂地泄露。你丢失的不仅仅是水分，更是你身体运转最核心的动力。在这个需要长久维持的健康博弈里，我们对事物本质的认知才是我们唯一的护城河。不要让夏天的无知成为你秋天生病的伏笔。你流失的每一滴异常汗水都是在透支你生命的余额。话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已经急不可耐了，想要赶紧去药房抓药大补特补。请大家先慢下来。我们中医调理最忌讳的就是盲目跟风和一锅端。同样是出汗，背后的身体病机可以说是差了108000里。每个人出汗的原因不同，你喝进去的汤水怎么可能一模一样呢？我见过太多存在误解的朋友，听别人吹嘘黄芪是个好东西，就天天抱着保温杯狂灌黄芪水，结果不仅汗没有止住，反而越喝越上火，嘴角烂得起泡，心里烦躁得要命，汗水出的比以前还要凶猛。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本身的体质是阴虚体质，体内的虚火本来就非常旺盛，你再拿温补的黄芪往上面浇，这不叫养生，这叫做火上浇油，自然会适得其反。所以请大家坐好，仔细听清楚，我们必须先分清楚你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漏汗的类型。我们先来聊第一种，大白天公量狂漏的气虚之汗。什么叫做气虚之汗呢？简单来说，就是你大白天根本没有干什么重的体力活，哪怕只是走几步路，或者爬个1、2层楼梯，整个人就湿透的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你平时还总觉得浑身软绵绵的，没有力气，说话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只要风一吹就很容易感冒。这就是你的防卫之气彻底破产了，已经没有办法固摄住体表，你体内的津液就像是决堤的洪水一样哗啦啦的往外流。从现代生理学的角度来看，气虚对应的其实是植物神经功能的失调。当人体的副交感神经和交感神经失去平衡，血管壁的紧张度就会下降，导致末梢毛细血管异常扩张，汗腺分泌随之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在中医眼里，这正是防御之气无法温煦和固摄皮肤毛孔的表现。既然是气虚导致防卫之气不固，那么最核心的解决办法就是2个字：补气。而在成千上万味中药材里，如果要挑选一个补气固表的先锋，黄芪如果排在第2，那真的没有人敢排在第1。黄芪这味药非常了不起，古书里把黄芪写成史，这个字的本意就是指资深的长者，意思是他在补气药物中的资历最深，本领也最大。当年名医李东垣在他那张流传千古的经典名方补中益气汤里，就非常重用黄芪。清代的医学家王清任在补阳还五汤里，同样也离不开它。这里我给你点破一个历史的真相：李东垣生活在战乱的年代，那个时候百姓饥饱无常，劳役非常繁重，导致大家的脾胃全面崩溃。而现在的我们呢，天天坐在办公室的格子里加班内卷，精神和体力都严重透支，外加天天吃外卖和冷饮，你的脾胃状态和当年那些饱受磨难的人在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黄芪最聪明的地方在于，它不仅能在身体内部补足你的底气，还能把这股无形的气狠狠地推向你的身体表面，把你那扇松松垮垮的防风门窗死死地焊住。这在我们中医里叫做益气固表。古书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能够补肺健脾，充实防卫之气，并收敛汗水。在这补气药的江湖里，黄芪就是绝对的掌门人，补气这件事基本上由他说了算。从现代药理学来看，黄芪里含有丰富的黄芪多糖和多种氨基酸，能够明显提高心肌收缩力，改善末梢循环，同时还能调节身体的免疫系统，给我们的身体筑起一层坚固的物理和生理防线。但是孤木不成林，光有黄芪这一位主将还不够，我们还必须给它配上左右护法。第一位护法就是红枣，红枣能够补中益气，养血安神，负责在后方为身体源源不断地供应温和的粮草。第二位护法是生姜，生姜能够温通脾胃，既能借着星散的力量把黄芪的药效推向全身，又能温暖中焦，不让脾胃受到一丁点寒气的侵袭。这3味家常食材一组合，主帅坐镇，护法开路，你体表的防御架构瞬间就会变得稳如泰山。这个做法请大家记好了，准备黄芪8克，红枣3颗，生姜切上2片，将食材洗干净之后一起放进养生壶，加入600毫升的清水，大火煮沸之后转成小火，慢慢熬煮12分钟，关火之后再焖上3分钟。这一壶茶最好是在上午的时候喝完。我们要借着天地阳气生发的大好时机，顺水推舟，
把你身体里下陷的气机重新往上提。不过大家一定要记住2个非常重要的禁忌。第一，在你感冒发烧的时候，绝对不能喝这道汤，因为那个时候是外来的邪气停留在体表。如果你用黄芪把身体的大门给关紧了，这在中医里叫做闭门留寇，等于把小偷锁在屋子里打，反而会让病症好不起来。第二，如果你平时总是口干口苦，舌头红且没有什么舌苔，小便总是发黄，说明你是湿热体质，也请你离黄芪远一点。只要你对症并且坚持喝上1个星期，你就会发现大白天莫名其妙狂出汗的情况收住了，说话的声音也变得洪亮了，走路也感觉脚下生风，你体内的气终于找回来了。接下来我们看第2种，半夜经常被汗水惊醒的阴虚盗汗。大白天你看着整个人好好的，但是一到晚上睡觉就原形毕露，睡到半夜一摸枕头和被子，发现全都被汗水打湿了，惊醒过来发现身上黏糊糊的，满是冷汗。不仅如此，你还觉得嘴巴干裂的厉害，心里烦躁的像有一只猫在不停地抓挠，2个手掌心和脚底心烫得恨不得贴在冰凉的墙壁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非常典型的阴虚盗汗。到了夏天，阴虚体质的朋友是最吃亏的。夏天的气候本来就是天地间火气最旺盛的时候，外界的热气不断蒸腾，如果你的身体里还揣着一盆虚火，内外夹击之下，你体内的阴液就像是放在烈日曝晒下的积水，瞬间就会被烤干。晚上入睡的时候，本来应该是阳气进入阴液里安稳休息的时刻，可是你的阴液已经干涸了，根本没有办法接纳和安抚这股阳气，于是无处安放的阳气就会在体内瞬间暴走，化作滚滚的虚火，趁着你睡着毫无防备的时候，把你体内仅存的宝贵精液给强行轰出了体表。盗汗这个名字，我们古人起的真的非常绝妙。什么叫做盗贼人偷东西才叫做盗？你醒着的时候他不敢出来，你一闭上眼睛睡着了，他就偷偷摸摸地冒出来，疯狂地盗取你的精液。等你一睁开眼睛，汗水又立刻停了，跟做贼的行径一模一样。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人在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身体的基础代谢率本来应该下降10%到15%，但是阴虚的朋友，其交感神经在夜间却会出现异常的虚假兴奋，导致心率和体温在睡眠中不降反升，这就是中医里虚火作祟的明证。阴虚体质的人，舌头往往偏向红色，舌苔非常薄，甚至会出现光秃秃没有舌苔的情况，身材也大多偏瘦，到了下午的时候，两颊容易泛起病态的红晕，大便也经常是干硬的像羊粪一样。对付这种专门挑在半夜下手的虚火贼人，我们的调理策略只有一个，那就是滋阴生精，同时清散体内的虚热。这碗针对阴虚盗汗的温和糖水，主角就是麦冬。麦冬在滋阴的药材里地位绝对是元老级别的，它能够同时进入我们的心经、肺经和胃经，具有养阴清心、润肺生津的作用，专门用来扑灭你心底里那一股无名的燥热。在上古医学经典《神农本草经》里，麦冬被直接列为上品。古人对它的滋补功效可以说是推崇备至。我们给麦冬搭配的帮手，一个是雪梨。雪梨性凉且多汁，进入肺胃二经，生津清热是它的拿手好戏。最绝的是它滋润却不腻口，绝不会给你的脾胃凭空增加湿气的负担。另一个帮手是枸杞，枸杞能够滋补肝肾，养阴益精，直接从你身体的生命底层把阴血给慢慢填补起来。麦冬负责清心润肺，雪梨负责生津降火，枸杞负责填补肝肾。这3样食材一起合作，你体内的虚火自然就烧不起来了。
做法请大家仔细听好。准备麦冬6克，枸杞10克左右，雪梨1个。雪梨一定要用盐把表皮搓洗干净，带皮切成小块并去掉梨核，因为梨皮清热的效果非常好，千万不要扔掉。我们先在锅里放下麦冬案的雪梨，加入500毫升的清水，大火煮开之后转成小火熬煮10分钟，最后再把枸杞放进去，关火焖上3分钟就可以了。大家记住，枸杞是不能长时间煎煮的，否则它的很多营养成分就会流失，所以一定要在最后一步才放。这碗水放温了之后慢慢喝，在下午到傍晚的这个时间段喝是最完美的，刚好顺应了天地阴气渐渐升起的大势，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如果你平时很容易拉肚子，属于脾胃虚寒的体质，或者女性朋友刚好遇上生理期，这碗偏凉的糖水你最好先避开，或者把雪梨换成性质比较平和的苹果，坚持喝上1个星期，半夜被冷汗惊醒的困扰就会离你远去，心里的烦躁平息了，嘴唇不再干裂，手心和脚心的火气自然就灭了。人体其实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炼丹炉，气虚就是炉子上面的盖子破了，导致真气不断向外泄露，而阴虚则是炉子里的水快要干了，虚火正在干烧着锅炉。看清楚你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情况。我们再来选择调理的方法。补气与滋阴的过程，本质上是我们的生命与时间的赛跑。如果你连自己漏水的源头都找不到，哪怕吃再多的补品，也只是在做无用功。讲完了白天多汗和夜半盗汗之后，我的老朋友们，现在请你们先停下来，跟着我一起做个深呼吸。大家闭上眼睛，感受一下自己现在的身体状态。你是不是觉得在这个闷热的夏天里，整个人经常累得连一根手指头都不想动，或者感觉头重脚轻，心里总是堵得慌？这并不是你在偷懒，这其实是你的身体在用它独特的方式，在向你发出求救的讯息。养生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学会停下来，好好听一听身体对你说的悄悄话。我们要聊的第3碗水，是专门给那些一出汗就容易心慌气短、体质虚弱的像一张纸一样的老人家或朋友们准备的救命汤。这群朋友最痛苦的地方，往往不是出汗本身，而是汗水一出来，心口就开始疯狂的打鼓，心跳得极快，仿佛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一样。紧接着就会觉得眼前发黑，双腿发软，恨不得立刻瘫坐在地上，休息大半天才能缓过神来。家里上了年纪的长辈、大病初愈的人，或者天生体质单薄的年轻人，最容易遇到这种情况。这里的病理其实很简单，根源就在于8个字：气血双亏，心失所养。我前面反复跟你们强调，汗为心之液，很多人只是听一听就过去了，完全没有当一回事。你流出去的那些黏糊糊的液体，哪里是普通的水？那可都是你身体里最珍贵的心血。你每多出1分虚汗，你体内的心血就减少1分，心气也就跟着弱了1分。这就好比汽车的发动机既没有了油，又没有了电，它能不发慌，能不乱跳吗？从现代心脏电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大量出汗会导致体内的电解质，尤其是钾离子和钠离子的流失。钾离子浓度的波动会直接影响心肌细胞的动作电位，导致心肌兴奋性异常，从而引发心慌、胸闷甚至早搏。这正是中医所说的心血不足、心神无所依附的表现。你仔细端详这类朋友的脸色，往往是苍白中带着枯黄，嘴唇的颜色也是淡淡的，没有血色。如果你用力按一下他的指甲盖，会发现回血的速度非常缓慢。到了晚上，他们往往睡得极不安稳，经常做噩梦，醒来之后还记得清清楚楚，
很多人以为夏天多出点汗是在排毒，白天脑子就像生了锈一样，经常丢三落四，这都是因为体内的气血已经快要见底，心神彻底失去了气血供养的危险信号。对于这种已经虚透了的身体，我们绝对不能用大补的猛药。这就好比一个饿了3天3夜没有吃饭的人，你如果一上来就给他塞一整只烤鸭，他的脾胃根本无法承受。我们必须先给他喝一点温热稀软的米汤，慢慢的把生机唤醒。调理气血也是一样的道理，需要用温和的食材慢慢温养。这碗水的主角大有来头，它叫做浮小麦。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这味药，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医圣张仲景就在《金匮要略》里留下了一张治心神不宁的千古名方，叫做甘麦大枣汤。里面最重要的主角就是小麦，而我们这里特别指出的浮小麦是那种外表干瘪，放在水里会轻飘飘浮在水面上的麦粒。为什么饱满的好小麦我们不用，偏偏要用这种干瘪瘪的麦子呢？这里面藏着中医取象比类的顶级智慧。凡是沉重饱满的物质，它的气性都是向内向下走的，偏于补益身体内部；而轻浮微小的物质，它的气性天然就是向上向外散发的。浮小麦这种轻浮的特性，让它能够精准地直达你的皮肤表层，就像是一张无形的细密大网，把你想漏水的毛孔时时防守住。它收敛止汗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优秀。我们给浮小麦配上3颗红润的桂圆，用来温补心血，安定心神，再配上2颗补中益气的红枣，这3味食材配合的天衣无缝。浮小麦在体表时时刻刻守护大门，防止水分外漏，而桂圆和红枣则在体内源源不断地制造和补充新鲜的气血。它的做法非常简单，准备浮小麦10克，桂圆3颗，红枣2颗，加入600毫升的清水，用小火慢慢地熬煮15分钟，把食材里的精华彻底煮出来，然后分次当作茶水来喝。只要你坚持喝上2个星期，你就会感觉身体里的气血慢慢变得充盈起来，心神有了气血的依靠，心慌的感觉自然就消失了。说完了心慌汗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第4种非常典型的异常出汗情况，那就是我们常说的饭桌上的汗人。这种朋友在平时看着好像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只要一坐到饭桌旁，一端起饭碗准备吃饭，就好像是按下身体里的洒水开关一样，满头满脸的大汗狂冒不止。可只要他们一放下饭碗，这汗水又慢慢的停下来了。每次一吃完饭，整个人就觉得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困得连眼睛都睁不开，恨不得立刻倒在床上睡一觉。如果你去观察他们的排泄物，会发现大便总是黏腻不成形，冲马桶的时候总是冲不干净，伸出舌头来看一看，舌体大多非常胖大，而且上面覆盖着一层白黏黏厚厚的舌苔。这又是什么身体原因导致的呢？我闭着眼睛都能告诉你，这是非常典型的脾虚湿困。我们中医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病理规律，叫做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它是你身体里的后勤保障部，负责把你每天吃进去的食物转化成滋养生命的气血和津液。但是现在很多人天天吃大鱼大肉，喝各种冰凉的饮料，加上平时思虑过度，脾胃这个运转轴心早就累得罢工了。从现代消化生理学来看，脾虚湿困对应的是胃肠道黏膜屏障功能的下降，以及消化酶分泌的不足。由于食物无法得到高效的分解和吸收，食物残渣在肠道内过度发酵，产生大量的气体和毒素，导致腹胀排便粘滞。同时，消化器官在超负荷运转时，需要调动大量的血液往胃肠道集中，导致大脑以及肢体肌肉供血供氧相对不足。
这就是为什么吃完饭会觉得昏昏欲睡，浑身沉重，脾胃运化水分的力量一旦减弱，吃进去的食物就没有办法转化成好的气血，反而全部在体内堆积起来，变成了黏糊糊的湿气。这些湿气就像是一滩没有生机的死水，堆积在肌肉里，你就会觉得浑身沉重疲惫；堆积在中焦，你就会觉得胃胀没有食欲。而当你开始吃饭的时候，脾胃为了消化这些刚进肚子的食物，只能被迫勉强运转起来，这就会产生一点点热量。这股热量升上来，就好比在一滩死水的底下点燃了一把火，直接把滞留在体内的湿气给蒸腾成了水汽，顺着你的头面部就冒了出来，变成了吃饭时那一头的大汗。所以调理这种出汗的策略，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去止汗，而是要从根本上铲除体内湿气赖以生存的温床，把你的脾胃之火重新温暖地建立起来。你需要去药房或超市指明购买河南焦作产的铁棍山药，千万不要买菜市场里那种水分很大、淀粉很多、拿来炒菜用的普通山药，两者的调理效果差了非常多。我们准备一小段铁棍山药，大约50克左右，配上5克性质平和、既能补脾又能收敛的莲子，再加上5克除湿止带的芡实。山药负责补脾气，莲子负责固脾土，芡实负责拔除体内的湿气。这3样食材组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中医食疗里非常著名的健脾三宝。我们先把这些食材用水浸泡10分钟，然后加入500毫升的清水，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慢炖18分钟，直到山药和莲子变得软烂。每天在吃饭前半小时喝上1碗，味道自带淡淡的清甜。这里我必须要给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芡实这味食材的收敛力量非常强，如果你最近正处于便秘、大便非常干燥的状态，必须要把芡实拿掉，等以后大便通畅了，再把它加进去，喝上一段时间之后，你体内脾胃这台精密的机器就会重新高效地运转起来，湿气被排干净了，吃饭时那一头的大汗自然也就收得干干净净了。你的脾胃就像是你身体里的炼金炉，炉火一旦熄灭了，你吃进去的食物就不再是滋养身体的养分，反而会变成制造湿毒的源头。这4碗家常的汤水今天都跟各位讲完了，很多人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非常高兴，以为自己拿到了养生的免死金牌。肯定会有朋友急着来问我，医生，我这个人好像很复杂，我白天走2步路也出汗，晚上睡觉也出虚汗，吃个饭更是满头大汗，出完汗之后心里还扑通扑通直跳，我到底该喝哪一碗汤水呢？我想告诉大家，如果你真的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说明你身体这座城池的城墙已经千疮百孔了，体内的5脏6腑都在发出警报，你防卫外界的能力已经严重受损。我给你的建议非常简单，我们一定要学会抓主要矛盾这几种出汗的情况，哪一种最让你感到痛苦，最影响你的日常生活，你就先从对应的那一碗汤水开始调理。如果你觉得自己体内的状态实在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里瞎琢磨，乱配药，一定要去寻找一位真正懂得辨证施治的中医师，让他面对面的帮你把脉调理，这才是最稳妥的保命之法。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光靠每天喝上几杯热腾腾的汤水，就想把你前半生挥霍出来的病根给彻底磨平，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今天要把话实实在在的撂在这里，夏天有5件绝对不能碰的红线行为，你只要碰了其中任何一件，都是在拿自己的阳气和寿命开玩笑。第一件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在身体大汗淋漓的时候，立刻去狂冲冷水澡。我知道很多人觉得这样非常痛快，在外面大汗淋漓的跑了一身汗，回家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
简直是透心凉的舒服。但是这在我们中医里叫做开门一道，等于自己把大门打开，邀请强盗进家门。当你大汗淋漓的时候，你全身的皮肤毛孔是处于彻底大张开的状态，体内的防卫之气全部被调集到了体表，忙着帮你散热。这个时候，你体内的脏腑完全是一座不设防的空城。如果这个时候一盆冷水浇下来，寒湿邪气就会长驱直入，直接顺着大张的毛孔往你的骨髓和深层经络里钻。当时你可能觉得很爽，没有什么异样，但是过几天你就会发现自己关节疼得走不动路，无缘无故的拉肚子，甚至偏头痛发作，感冒也缠绵难愈。到了那个时候，真的连神仙都很难救你了。更可怕的是，上了年纪的长辈血管弹性本来就不好，冷水的剧烈刺激会让血管瞬间发生强烈的收缩。现代临床生理学研究指出，人在极热状态下突然接触冰冷刺激，会导致体内的交感神经瞬间过度兴奋，引起全身小动脉的反射性痉挛。这种极端的血管收缩会导致外周阻力骤然增加，血压瞬间飙升，极易诱发心肌缺血、心绞痛，甚至脑血管破裂。这在临床上是非常危险的急性事件，所以这真的是在用生命来图一时凉快。最正确的做法是，出完汗之后先用干毛巾擦干，等汗水自己慢慢收了，身体的体温恢复平稳了，再去洗一个温水澡。第二件不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空调的温度开得像冰窖一样低。很多人一回到家，恨不得立刻把空调温度调到18度，甚至还要裹着大棉被睡觉。你以为自己很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你这是在对你体内的防卫之气进行阉割。我们人体的毛孔本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夏天的时候微微张开，冬天的时候闭合。如果你把整个夏天都关在冰冷如冬的空调房里，你体表的毛孔就得不到正常的开合锻炼。这就像是一个国家解散了自己边防的军队，等到秋冬季节寒风一吹，外面的病毒邪气一入侵，你毫无抵抗能力，自然就会反复感冒生病。长期处于超低温度的室内，由于缺乏温差的刺激，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敏感性会逐渐变差，导致末梢血管长期处于收缩状态，不仅会引发肌肉关节的酸痛，还会抑制上呼吸道黏膜的纤毛运动，使得外界病毒更容易在呼吸道定植。这就是所谓的空调病。记住，26度到28度才是最适合身体的温度。睡觉的时候可以稍微调高1度，而且风口绝对不能对着身体直接吹。第三件伤害身体的事情，就是无节制的狂饮冰水、冷饮、冰镇西瓜和冰啤酒。偶尔吃一点解解馋，确实无伤大雅。但是如果天天把这些冰凉的东西当水喝，那是极其危险的。我跟很多人讲过无数次，我们脾胃中的那一团温热的阳火，是你这一辈子最珍贵的战略储备资金。你一杯冰水猛地灌下去，等于在大雪纷飞的冬日里，往正在燃烧的暖炉里泼了一大桶冰水。你的脾胃为了不被冻坏，必须耗费体力去调动体内最宝贵的阳气，来把这杯冰水暖热。从现代胃肠病理学的角度来看，低于10°C的冰冷物质进入胃腔，会引起胃黏膜血管的骤然收缩，导致局部血流量急剧减少。这不仅会直接抑制胃酸和各种消化酶的分泌，使胃蠕动变慢，还会破坏胃黏膜屏障的完整性。长此以往，不仅会导致慢性胃炎、胃溃疡，还会严重损害肠道的菌群平衡，引发长期慢性腹泻或消化吸收障碍。在漫长岁月的摧残下，你的脾胃功能只会加速退化。年轻人阳气旺盛，可能还能扛得住几年，
但是如果你已经50岁、60岁，甚至70岁了，你还有多少阳气的底牌可以这样任性挥霍？脾胃一旦受寒变凉，运化水谷的功能就会彻底停摆，体内的湿毒开始堆积，气血的供应也会跟着断绝，这就是身体崩溃的开始。第4件需要注意的是，就是避免在夏天进行高强度的过度运动。夏天的时候，我们体内的阳气大都浮在身体表面，身体内部的脏腑其实是非常虚弱的。如果你偏偏要在烈日下或者在非通风的健身房里疯狂的撸铁、长跑，弄得自己浑身大汗淋漓，这根本不叫锻炼身体，这是在过度透支你的生命元气。运动生理学表明，高温环境下的剧烈运动会极大的加速体液的流失。如果排汗量超过体重的2%，身体的运动机能和认知功能就会显著下降。如果不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不仅容易引发热痉挛、热衰竭，还会因为血液粘稠度急剧上升，大幅增加心脏的泵血负担。这对于有潜在心血管问题的朋友来说，无异于一场健康灾难。夏天最适合的运动是散步、打打太极拳，或者在家里练一练八段锦。这些温和的运动，只要让身体微微出一点汗就可以了。那些一味追求夏天大汗淋漓，觉得这样才畅快的朋友，往往最后都会把自己的元气给练得彻底废掉了。第5件大事就是熬夜以及无休止的焦虑和愁闷。《黄帝内经》里说，卧则血归于肝，每天晚上的11点到凌晨1点是我们的胆经和肝经值班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到了这个时间还在拼命刷手机、熬夜看剧，你体内的阴血就会在暗中被大量消耗，血液没有办法在晚上回到肝脏进行净化和储存，产生的虚火就会在白天逼着体内的精液往外跑，让你出更多的虚汗。从神经内分泌学的理论来看，长期熬夜和高度的精神焦虑会刺激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导致皮质醇和儿茶酚胺类激素的过量分泌。这些应激激素不仅会使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还会改变出汗的敏感度。这就是为什么人在焦虑紧张时，手心和额头特别容易冒冷汗。第2天你拿什么来扑灭这股内分泌失调带来的虚热？再加上如果天天生闷气、焦虑发愁，就会伤害到我们的脾胃，导致肝气郁结。夏天在五行中对应的是我们的心火。如果你每天心里都堵得慌、不痛快，你出的虚汗一定会比别人多得多。建议大家平时多去公园散散步、种种花，听听舒缓的音乐，把自己的心神静下来。你体内的火气降下去了，汗水自然也就变少了。食疗这件事情，我经常跟身边的朋友说，它贵在持之以恒。千万不要指望喝完1天就能立刻看到神奇的效果，那不叫食疗，那叫仙丹。我们需要连续喝上7到10天，在这个过程中，用你自己的身体去细细感受它的变化，看看自己的汗水是不是变少了一些，身体的疲惫感是不是减轻了。如果有改善，就请你继续喝下去。如果喝了2个星期，身体还是没有任何动静，那就请你立刻停下来，去寻找正规的中医师进行面对面的诊治。千万不要自己在网络上随便找个偏方就往嘴里灌。最后，我必须要在这里给所有人敲响一个震天响的健康警钟。如果你的异常多汗伴随着身体在短时间内极度消瘦，心跳无端狂飙，双手经常不由自主地发抖，或者出现多饮多尿、体重莫名下降的情况，又或者你经常低烧不退、夜间盗汗的情况持续加重，请你立刻去大医院做个全面的身体检查。在现代医学中，许多器质性疾病都会以异常出汗为首发症状，比如甲状腺功能亢进、
会由于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导致基础代谢率极高，从而出现多汗、手抖、怕热、消瘦。糖尿病引起的自主神经病变则会导致身体出汗分布异常，如上半身狂汗而下半身无汗。结核病更是典型的以午后低热和夜间盗汗为核心表现。这些疾病必须依赖生化检查、影像学等现代医学手段进行明确诊断。甲状腺功能亢进、糖尿病或者结核病等实质性的器质性病变导致的异常多汗，必须首先依靠现代医学的精密手段进行正规的治疗。该吃药吃药，该手术手术。现代医学的仪器就是我们的眼睛，帮我们看清病灶，而中医的智慧则是我们的战略头脑，帮我们调理全局。在规范治疗的前提下，配合我们温和的食疗才是最聪明、最正确的做法。我平时和大家分享食疗的方子，从来不会排斥大家去医院看病，我排斥的是对生命的傲慢、无知与胡乱医治。我们学习中医养生，并不是为了追求一辈子永远不生病，那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养生的真正目的是教你学会在自己身体这座城池里做一个合格且理智的君王。身体大汗不止，其实就是你的边防在流血告急，半夜莫名出冷汗，就是你身体的内部在失火干烧，而一吃饭就大汗淋漓、心慌气短，则是你身体的中枢系统在发出危险警报。如果你能静下心来，仔细倾听身体发出来的这些真实声音，顺应自然的规律去修补它，你的身体一定会用健康10倍的回报你。但如果你选择继续不管不顾，继续傲慢地挥霍身体的底牌，那么这座城池迟早会一点点塌陷给你看。夏天的汗水流的根本不是水，它流走的其实是你未来的寿命。今天你对身体底牌的每一次放纵和肆意挥霍，都是在为明天躺在病床上的痛苦埋下深深的伏笔。我们今天讲的这4碗温和的汤水，以及生活中必须遵守的5大铁律，本质上是在讲什么？其实是在讲如何克制人性的贪婪。你为了贪图一时半刻的冰凉痛快，选择无视身体发出的疯狂警告，这跟那些在外面无限透支信用，最后无法收场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学习医理，研究养生，并不是为了追求什么虚无缥缈的长生不老，我们只是为了在这个充斥着各种健康陷阱和错误常识的时代里，能够彻底夺回属于我们自己生命的主导权。很多时候，人们总是习惯性的去追求各种高昂的稀有的保健品，总觉得越贵的东西对身体越好。但其实天地间最养人的东西，往往是最朴实、最便宜的家常食材。无论是路边的干瘪腐小麦，还是再寻常不过的麦冬山药，只要你懂得它们的性格，用对了地方，它们就是能救你命的仙丹妙药。中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用最温和、最自然的方法，去唤醒你身体里那股与生俱来的自愈能力。在这个漫长而又复杂的健康旅程中，只有对生命本质的敬畏和清醒的认知，才是我们战胜各种疾病和岁月侵袭最坚固的盾牌。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凉而毁掉了自己一生的底子。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说的这些大白话对你的身体有所帮助，请不要只顾着自己看，点个赞，点个订阅，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那些还在天天灌冰水，把出虚汗当作是在排毒的朋友们，顺手帮他们一把。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下你最近的身体感受，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天气闷热，大家平时在外面要多注意防暑，多喝温水，千万不要贪图一时的凉快而伤害了身体。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